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事先声明，本期视频没有任何工伤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这部 Iron New Air 是我从去年9月到现在都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部 Windows 掌机，从预购买配件再到 TF 卡扣容，一共花了我差不多3600元左右。可以说这台掌机几乎完整的平替了我个人会使用 Switch 的游玩场景。相较于我去年因为体积太大拿起来不舒服，所以买了又卖的 Steam Deck， 这台 Air 真的是满足了我个人对于掌机的种种需求。不过在使用体验上，这台掌机肯定还是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。不过作为现在为数不多的能够放进口袋里而且不重的 Windows 掌机而言，它也的确有无法代替的特点。那么今天我们会从机器硬件配置、游戏测试以及我的日常使用3个方面来总结这台掌机现有的优缺点，同时也是为大家之后购入类似的产品做上一个参考。我们从主机开箱开始看，打开盒盖有2片盖板，分别收纳说明书和主机配件。随机附带的配件除了标准的65瓦 PD 充电头以外，还有一条双头的 Type-C 线以及2枚 Type-C 的转换头，再就是说明书、3保卡之类的杂物，而再往下就是主机的本体了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主机原装是不带膜的，钢化膜需要自己自费购买。机器在硬件配置上较为一般，是一款 5560U 的产品，和下半年即将发售的 6800U 相比，在性能上还是差了很多的。扳机与摇杆都采用了霍尔电磁传感，不过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，2个摇杆在打游戏时的精准度都没有 Switch 的 Joy-Con 来的舒服，特别是左摇杆有很明显的异物感，推动起来相当奇怪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台掌机的电池容量不太乐观，官方提供的自定义 TDP 调节最高支持到18瓦，但是在这个功耗下主机的运行往往只能坚持1个小时不到，15瓦的话也就顶天1个小时。如果再往下调整，那么大型 3D 游戏的体验可能就会打上不小的折扣了。不过如果用5瓦功耗来游玩一些独立游戏或者2D 精品小游戏的话，还是能让续航延长不少时间的。相信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是游戏迷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测试一些在15瓦功耗下的游戏效果。我们首先来看看 CDPR 的赛博朋克2077在这台掌机中的表现。我的设置是 720P 全低画质， FRS 性能档开到最高， NPC 的密度也调到最低。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，我的207就是在这台掌机上第一次通关的。游戏的帧数表现，如果去跑官方测试的话，这只有24到23帧左右，但是实际游玩的话，大部分时间都能稳在25到30帧，战斗的时候帧数可能会频繁的降低到24。我之所以不演示18瓦，就是因为整机开到18瓦以后，除了功耗变高了，帧数却仅只提升了1帧。只能说，如果2077移植到了 Switch， 估计表现也就这样了吧。对于经常玩老主机或者 PSV 的玩家来说，相信这样的2077应该还是可以玩下去的。下一款游戏则是去年的年度最佳《艾尔登法环》。说真的，老头环在这台掌机中的表现出人意料的还可以，1080P 高画质下在室内能跑出个40到50帧的好成绩，但是只要到了大地图中，那么即便分辨率改成 720P 低画质也稳不住30帧。虽然基本达不到锁30帧的这个门槛，但是游戏依旧能保持在29到30帧之间浮动，整体还算能玩的水平。如果把 TDP 调到18瓦，那么基本也能维持在30帧，在个别室内场景中甚至可以达到60帧，整体表现属于合格水平。老头环这样的探险魂，用这台小小轻便、随拿随玩的掌机来玩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下一款游戏是微软的《禁闭求生》，这款微观世界的冒险游戏在最近更新后热度也是相当不错，所以我也就简单的测试了一下。我的设置是 720P 低画质，这款游戏出人意料的可以跑到28到30帧，整体帧数相当稳定，即便是战斗帧数也与跑图相差不多。不过这款游戏还是联机在一起玩会比较好玩。我没有测试多人环境下的帧数，不过18瓦的时候游戏基本可以锁30帧，表现是相当不错了。我测试的都是一些前期的地图，仅供大家做个大体的参考。下一款游戏是《全面战争：战锤2》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原本想测试3的，结果2的表现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吃力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就只测试2代。画面设置同样也是 720P 最低画质。本作属于不适配手柄的游戏，像是撸啊撸、云顶之弈这样的作品也都必须接上键鼠才能游玩。在我的压力测试中，同屏1000以内相对来说这台机器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在多方面混战时，游戏的帧数无限接近于2077的表现，但是会出现角色、场景、音频卡顿等情况。不过不在意音效的话，一样能玩。整体的画面观感也说不上差。在这台小小的掌机中，看着电子版的两军厮杀还是相当有意思的。整机给到18瓦的话，帧数会往上提2帧，提升不算太大。再下一款游戏也算是对配置要求比较高的作品，《消逝的光芒2》。
画面上的设置是 720P 全低，开启 FRS 性能档。虽然整体画面的表现会偏糊，但是由于鼓励玩家夜间作业，所以也不算是太难受。并且由于这款游戏没有锁帧，所以帧数并不稳定，15瓦下大部分时间在30帧以上，18瓦一度可以跑到40帧左右。但是帧数会跟随玩家的行动而大起大落，再加上游戏主打的第一人称高速跑酷，很容易引起玩家的不适感。并且主机的左摇杆经常会出现误输入，向前跑可能会向左或向右跳一下，也可能是跟摇杆的预设有关。不过确实在操作上，以主机的默认体验来说并不好。而游戏的清晰度相较于其他作品的 720P 也会更糊，所以整体来看是不推荐大家进行游玩的。下一款游戏《鬼泣5》，这款游戏的优化相当不错，生化危机2和3的重置版在在掌机中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不过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只看《鬼泣5》的表现。在 720P 低画质的情况下，15瓦的功耗基本可以稳定在50帧左右，整机表现都相当的丝滑流畅，搓着的手感也十分不错。功耗开到18瓦就能基本跑在60帧不掉帧，可以说卡表的优化是相当给力了。就算是刷血攻过剧情，也在掌机中完整的满足你的任何需求。再往前的鬼泣4特别版的体验甚至比5还要好，15瓦中画质都能稳定在60帧左右，也怪不得所有温掌机的发售前都要测试一下鬼泣的表现了。下一款游戏《极品飞车》热度，这款主打竞速的游戏表现就不太优秀了。在 720P 最低画质下，场景的细节与光照的缺失，加上游戏糊了一点的分辨率，让它的竞速体验实在是有些不太舒心。不过游戏的帧数还算不错，基本可以做到一直高于30帧，在18瓦下基本可以稳定在38到46帧左右。但是画面观感的单调乏味，还是不免让人有些提不起游玩的欲望。同类型下的地平线4和5的表现会更加优秀，但是我没有 PGP， 所以就不为大家演示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有些测试过的游戏就不放演示了，我直接把图拉出来给大家看看。最后我们再来测试2款网游，其一就是 Apex 英雄了。720P 低画质下，游戏的帧数在跳伞时大概会在30帧左右，跑图时能够稳定在70帧以上，遇到战斗特效较多时也不会低于55帧。整体的游戏体验还是相当出色的，不过游戏的文本在这个分辨率下就基本看不清了，并且主机的摇杆问题也依旧存在。在操作上，即便有辅助瞄准，也没法轻松的打出跟枪与跑直线的操作。不过这个的确是我实在是不清楚是不是我个人中奖了。在另外一款网游《黎明杀机》中，游戏的表现就相当不错了。低画质默认分辨率下，帧数基本可以稳定在40到50帧以上，并且整体的浮动非常小，无论是找人还是追人的帧数都相当平稳。不过在像浣熊市警察局这样的地图中，帧数会偶尔下降一些，维持黎明杀机正常的游戏体验还是相当足够了。顺带一提，之前测试的 CSGO 的帧数也是在55到60帧左右，不过遇到燃烧屏的时候会下降到40帧以下。那么最后再来说说我的日常体验吧。首先 Air 的体型是要比 Switch 要小，但是比 Lite 要大，想要带在身上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是只要出门就必须配上大容量的充电宝，负担就突然起来了。毕竟主机的续航时间实在是太拉胯了，出门就算只是打会儿 Apex， 按照正常4圈6圈决赛的话，也就3局左右的续航，到时候没电了又不能玩，还占地方，所以我的选择基本就在家里插着电玩，或者连着屏幕看看 B 站发视频。但是如果你想拿它办公剪辑的话，那它也是绝对无法胜任的。这台掌机的定位很明确却又很模糊，小小的体型让它的确能做到随拿随玩随身携带，但是拉胯的续航又让它没法长时间维持独立的工作。Air 这个系列碍于机能和续航，导致了目前到玩家手中的 Pro 和普通版的表现都不算太好。不过如果大家想要购入的话，我更推荐等待下半年的6800U 版的 Air Plus。但是如果你实在等不及了，现在就要去入手，那么我推荐你入手 Pro， 虽然厚度会增加，但是续航也会更加强劲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视频的话就3连关注支持一下吧。本期视频点赞破200，主机游戏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。我是三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